噔噔噔噔，这个是我的大陆身份证，而且背后的话还有我们的万里长城以及我们的国徽，而且身份证也是18位数的哦。现在我们的祖国已经正式取消了台湾同胞的暂住证，都鼓励大家快点来办我们的大陆身份证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就是台湾居民的居住证啊。哎呦，上面还有万里长城呢。再看看这边啊，一样也是18位数字的啊，跟大陆身份证一样。说以后啊，大陆身份证能做的事，台湾人一样也可以啊。11月2号，民进党咣的一下甩出个通报，这通报写的是啥呢？写的那叫一个冠冕堂皇，叫什么清查大陆涉及违规。这大白话意思就是啊，我们现在要查谁跑去大陆那边拿了户口本，谁拿了大陆的护照。哎，你听听啊，这个不是说着玩的呀。这通报里说了，已经有50个人因为这个原因啊，台湾的户口本咔嚓给废了。那废了户口本跟着来是啥呀？您的健保没了，您的旅行证件也给您取消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还不算完啊，他们还放话了，说我们查到谁拥有大陆的身份证啊，就注销你的台胞身份。好家伙，这口气大的！咱今天啊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你想啊，现在两岸来往多密切啊！大陆那边呢，为了让台湾同胞过来生活、工作、学习方便点，出了不少政策，什么居住证啊、同等待遇啊，大家伙都说好啊，都说方便。可是结果呢，民进党当局不乐意了呀！哎，你大陆给我的人便利，我给你的人找茬，这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哎，你砸的真的是大陆吗？你砸的呀是你自个儿的台湾老百姓啊！在这场政治秀里头啊，我跟你说，最倒霉、最受冲击的就是咱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在两岸之间跑来跑去的老百姓。哎，你别以为这50个人啊就是个数字，这背后啊是50个家庭的恐慌啊。那这个事儿啊，不是从11月2号才开始的，这个清查啊，早就从口头上的吓唬啊，变成实实在在的大棒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个首当其冲的例子啊，今年6月份啊，有个台湾的小伙叫张立奇，这个小伙啊挺有追求的，是个青年教师，在大陆这边教书，人家凭本事吃饭，对吧？因为在大陆要长期生活嘛，他就去申请了福建的定居证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民进党当局啊，在没有通知他本人的情况下，没打一个电话，没发一封邮件，就把他的台湾身份证和护照给注销了。这小伙自己都不知道，他怎么发现呢？他是看新闻，你敢信吗？哎，一个人看着电视喝着茶，突然发现新闻里说张立奇因在大陆涉及，已被注销台湾身份。这得多荒唐啊！他以后想回台湾看他爹妈怎么办呢？对不起哦，你得跟外国人一样申请入境许可，回自个儿的家得办许可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杀鸡儆猴啊！那杀完一个鸡，这猴们也得跟着倒霉。当局这回啊，不光是针对去大陆的台湾人，还把这个矛头对准了那些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，就是咱说的陆配。台湾现在有14万多名陆配，未交证明文件的陆配啊，约有1万多人。那当局啊，给他们下了个最后通牒，你们必须在3个月内交出一个证明，叫丧失原籍公证书。意思就是啊，你得回大陆去办个手续，证明你已经放弃了大陆的户口。哎，你想想啊，这个手续多复杂呀！那多少人是嫁过去了10几年、20几年了，老家那边的关系都快没了，那上哪儿去给你开这公证书去啊？这不就是故意刁难吗？那你要是交不出来呢？交不出来就撤销你的台湾户籍。哎，你看看啊，截止到10月底啊，才7000多人交了，还有2300多人啊，实在是办不下来，只能哭着喊着申请延期。这更惨的是啊，1300多个因为各种原因长期在境外的，直接被列册管理了。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在那急得团团转呀？所以从这个张立奇这个个案啊，到这14万陆配的群体施压，民进党当局这身份利剑啊，是越挥越快，越砍越狠了。这嘴上说的都是合法合规，这实际上干的全是威胁恐吓的买卖。大陆人来台湾必须放弃护照。今天一早呢，看到这个新政策，引发了我一个很大的思考。台湾呢，从10月31号开始，大陆人如果要申请在台湾定居，除了放弃大陆户籍之外呢，还得再附上一份放弃护照的公证书。但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台湾人如果过去大陆想要拿到大陆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呢，是不需要放弃台湾户籍的。也就是说，大陆对台湾人这边的政策还是相对的宽松，但是台湾这边对大陆的要求呢，却是越来越严格。其实是有一点感慨哦，虽然我们这边打着民主的口号，
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政策却一步一步的带我们走向了封闭，对谁不爽他就封闭谁，名义上说是保护，但其实呢是更加深两岸的对立状况。这当然各有立场，也有制度背景，只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冷静的想一想。两岸之间呢，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家庭、婚姻、亲情在往来，如果政策越紧呢，其实受伤害的只是这些老百姓而已。咱得摸着良心说句话啊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申请大陆的证件？图啥呢？图你民进党说的身份渗透吗？拉倒吧，大家图的就是俩字儿：方便。那这个事儿啊，咱得从历史说起啊。你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刚开放探亲那会儿吗？就是那些个台湾老兵，一个个是白发苍苍的，拿着一张纸质的探亲证，这到了海关呢，排队排几个钟头，工作人员对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的核对，那个场面真是想想都心酸啊。这40年过去了，现在呢，大陆这边尤其是2018年出了个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。那这个居住证啊，它不是户口，不是身份证，它就是一个便利卡。那有了这个证啊，台湾同胞在大陆啊买高铁票，手机上点一点啊，跟这个大陆居民一个待遇。去这个银行办卡、办手机号，用这个支付宝、微信支付是几分钟就能搞定。这以前台湾人去大陆啊，住个酒店都费劲啊，很多小旅馆都不认台胞证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居住证一掏，哪儿都认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同等待遇啊！我给你念几个数字啊，这个政策一出来，第一个月就有22000个台胞去申请，到2024年底啊，办了这个证的超过了20万了。你说这20万人都是傻子吗？都是被渗透了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这个玩意儿啊，有用、实用、好用。你去福建平潭那个台湾创业园看看啊，500多家台湾企业，老板们就是凭着居住证完成了工商登记，拿到了低息贷款，享受了税收优惠。这500多家企业养活了8000多号人呀。还有那3万多名台湾学生拿着居住证在大陆考大学、考硕士、考博士。今年3月，大陆又升级了，台胞那个临时通行证跟这个居住证一关联啊，过海关10分钟以内就搞定了。这老百姓不傻呀，谁对我好，谁给我方便，我心里没杆秤吗？可是到了民进党当局那儿，哎呀，这不行。这些便利啊，在他们眼里啊，全成了违规证据。他们就是故意和稀泥啊，把这个台胞证、居住证和定居证啊，这3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，搅和在一起说。他们把大陆的便民啊歪曲成身份渗透。这最可笑是什么呀？是台湾内政部门的清查报告里都写了啊，实际持有大陆身份证的台胞仅有数百人。你听见没？才几百人呀！那办证的20多万人里，超过99%的人啊，拿的都是那个居住证。而且呢，这99%的人没有一个放弃台湾户籍，他们只是想在大陆生活方便点。那就这样，民进党当局还要查到就注销，你说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呢？这不是粗暴的侵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是什么呀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民进党当局喊得这么凶，查到就注销。我就想问一句，您查得着吗？您这个威胁想要成立，有个前提啊，就是你得拿到谁谁谁办了大陆证件的名单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名单，你拿得到吗？这根儿上就拿不到呀。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啊，人家早就说的明明白白，台胞申领大陆各类证件的信息受到严格保护，外界根本无法获取，这是国家保密信息啊。这就奇了怪了啊！既然你拿不到名单，那你民进党当局说的接获通报、市政明确是哪儿来的呀？那要么就是有人检举啊，我猜我邻居老王肯定办了，靠猜。那要么就是你民进党故意制造假象，吓唬老百姓。还记得咱开头提的那个张立奇吗？他办定居证啊，这个信息按理说是保密的吧？这民进党当局怎么就精准查出呢？至于你刚刚提到的那些统计数字呢，都是由我们相关主管机关提报的。这里面当然有民众检举的，经查证属实。第二个是政府主管机关去主动查缉到的。你这不就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政治秀吗？你所谓的执法啊，就是一场恐吓秀。那你威胁的底气不是来自于法律啊，而是来自你故意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。说实话啊，民进党当局这个威胁啊，早就不是光在户籍这一个事儿上，他们是把这套恐吓玩到了言论交流方方面面。他们最爱标榜自己言论自由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言论自由啊，早就是个笑话了。你知道国台办开了个脸书账号吧？这本来是好事啊，两岸同胞有个沟通的地儿。好多台湾网友都跑去留言，有祝福的，有寻亲的，多有人情味啊。结果呢，
民进党当局如临大敌啊！警告警告！你们谁要是敢在底下留言配合大陆提供线索啊，将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我的天爷啊！留个言寻个亲就判7年，这比抢劫还狠呀！这还只是对交流的啊，对岛内自己人的打压那才叫一个狠。2025年的5月，就今年啊，20多个台湾艺人，像什么欧阳娜娜啦、侯佩岑，人家就转发了一个台湾唯一称呼是中国台湾省类似的话题，人家表个态不行吗？台陆委会列为重点核查对象，威胁要罚款10万到50万新台币。哎，你不许这么说，你说了我就罚你，这叫言论自由。还有更惨的，有个大陆配偶啊，他就因为公开说我主张两岸统一，咔嚓直接废止他的居留许可，外加驱逐出境。还有个姓陈的陆配，也是说点统一的话啊，不仅被叫去喝茶，连他打工的那个奶茶店啊，天天有人去骚扰，这叫不叫绿色恐怖啊？还有教育，以前不让台湾高校跟大陆10所学校交流，现在啊又开始盘算着不让大陆学生来台湾读某些敏感专业。从这个艺人到陆配，从社交媒体到学校课堂，民进党当局的威胁啊是无处不在啊！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啊，就是你只有骂大陆的自由，没有夸大陆的自由。这场户籍保卫战里啊，这民进党当局啊看着是挺横，手里面攥着审批权，想给谁销户啊就给谁销户。可是实际上呢，他是在透支自己的政治信誉。他这么一搞，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啊！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会明白啊，威胁咱们生计的不是大陆那张小小的居住证，而是民进党当局啊，为了他们自己那谋独的私利啊，搞出来的政治操弄。两岸同胞，咱本就是一家人呀，同根同源。这交流合作的大门一旦打开了，就关不上了。民进党今天下午这个呀，明天威胁那个，哎，你挡得住吗？你挡不住。明星的红利啊是挡不住的，你这些威胁恐吓，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笑话，一个泡影。而两岸融合以融合促统一这个大趋势啊，永远不可逆转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了，大伙儿都琢磨琢磨我说这个理儿啊，别忘了老百姓要的就是安稳和方便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